川普的关税超预期了，这关税大棒一出，全球股市暴跌，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国外现在还没怎么乱呢，美国国内的民众现在已经快疯了，都开始抢购物资。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源自于其他国家的商品将会大幅涨价。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各国政府，还有美国的民众，现在都认为这个川普简直就是个疯子一样。You said it. Now everything's more expensive. Oh, I can't afford groceries. You could afford groceries. You couldn't afford rent. Your landlord raised your rent, so you elected a fucking landlord to be president who has dementia, who's insane. 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a tariff is. Everything just became more expensive. Everything. Do you know how much shit we ship in from Vietnam? It's more than you expect. How about how the Vietnam V-necks looking, you t-shirt love drop shipping pieces of shit? Oh my God. Oh, no, they're gonna bring back manufactured jobs. You don't want to work in a manufacturing warehouse. Are you kidding me? You want to sit at your mouse clicky job. They want to get rid of the mouse click. They're going to replace the mouse clicky jobs with AI.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it there and put together computer server parts because you never got your HVAC certification. The last job left in America for human beings is going to be building the HVAC to keep the server farms cool enough so we can do AI war with no one. 但川普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笑话，我个人觉得其实特别聪明。他只不过是以疯傻的形式体现出来，在这一通王八拳你看打出来之后他现在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开得出来的。今天我就来谈谈川普背后的深层目的，以及普通人以如何应对这几十年一变的大变局，以及普通人的大机会。人们要推选或者说选举出来一位真正为民众考虑的人，其实是非常难的。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领袖都是围绕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来做重大决策，而不是大部分民众的利益。这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铁律。说到底，还是人性使然人他都是自私的，川普呢也不例外，已经80多岁了，早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他3次竞选总统，核心就是以商人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问题。当然，他同时也要为自己实现全身而退和子女的将来准备好后路。川普上台这么几个月，美国这闹剧是一出连一出，这1个月的变化抵得上拜登总统1年的变化。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切连起来一看，那就大概能猜出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川普上一届选举的时候败给了拜登，但票选过程中事发蹊跷，他就怀疑拜登势力作弊，或者说他发现了一些有怀疑的点。不管证据是否充足他就大做文章，这也是川普一贯的作风了从而就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冲击国会山的事件。这一次呢，他卯着劲儿卷土重来，但差点就被枪杀了。子弹只要稍微偏2厘米，现在的美国政坛和甚至世界格局就完全就不一样了。而在此之前，他差点呢，因为国会山事件又被投到监狱中去。美国政坛上这种激烈的内斗好多年都没有重演过了，早就不是共和党的老布什和民主党的克林顿竞争和交接的时候的那种和平，甚至鼓励下一届的这种局面。那为什么川普上台后要用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来大力查处腐败呢？精简政府呢？还要公布什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真相呢？好像这些不太关联但实际上逻辑清晰，那就是要清理威胁自己的敌人，肃清政敌，通过倒查历史和腐败入手。是不是听着很熟悉还有就是为什么川普这次的内阁铁板一块，就如同一些独裁国家一样，发出的都是美国政坛罕见的一片阿谀奉承之声。这应该是川普在上一次任期中受到了重大的教训，以及参考世界其他独裁国家领袖的一个做法得到的一些经验因为川普的4年任期太短了，他必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指哪打哪，这就必须要一个非常听话的内阁，不听话的早早在筛选之前就靠边站了。那他为什么跟马斯克又如此要好呢？马斯克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国务卿和副总统，
是因为马斯克啊，他现在是既有钱、有资源、有影响力，和他的理念又接近，又是一把谁都不 care、谁都不怕的一把好枪啊，甚至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刚才说了哈，美国每一任总统的任期只有4年，这个任期太短了，而且呢，川普已经干过4年，除非修宪，否则呀就不能再继续干4年了。在美国呢，修改这类宪法的可能性几乎为0，那就只能抓紧实施紧急密集的急政。你作为一个商人，你看他打的算盘是多精妙哈！俄乌战争，他当然希望尽快停火，这样他可以名留青史。他也想清楚了哈，普京那边啊，只能是既给面子又给利益，普京才能顺着台阶往下走。如果要继续像欧洲那样来硬的，拖个3年5年，那都是有可能的。甚至在紧要关头，普京这样的人抛出核战争的计划，那都是有可能的。这是川普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川普就抛出了让全球震惊的停火协议，在最大可能性的调停火的同时呢，又能合法的占有乌克兰的资源。但背后的商人逻辑那就是非常清晰的。更不用说什么基于格陵兰岛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想让它发行的加密货币成为避险资产等等哈，还有巴拿马运河的回归美国怀抱，它的每一步棋其实都藏着商人的目的，而且都隐藏着可以作为其他更大利益谈判的筹码。川普从很早以前就有客串各类影视和综艺节目啊，他就从小就知道哈，人生都是表演，不管过程怎样，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胜利。川普的表演天赋很高啊，又经过了人生几十年的历练，登上政治舞台之后，虽然他是政治素人，但他人生几十年的积累在这一刻得到了爆发。表演型的人格和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 mega 口号完美融合成为一体，成为他最核心最强大的政治资本。他现在想要的就是既要名垂青史，又要任期结束后全身而退。现在那我们就来说说啊，现在全球瞩目的这个川普全球加关税这个疯狂行为背后，川普的逻辑。加关税是美国和全球的博弈，核心其实还是和世界工厂中国之间的博弈。川普加关税的目的就是让资本和制造业回流美国，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他之所以在全球加关税，就是因为中国之前通过各种渠道，实际上是中国的各大厂商在东南亚呀，例如这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等国家，就进行一些简单的组装，然后贴上这些国家的标签，销售到美国。实际上本质还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时它也是川普和美联储之间的博弈，确切说是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本土资本和以美联储为代表的美国跨国资本集团的博弈。这两个利益集团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利益差不多其实是一致的，但现在川普就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也就是制造业生钱的模式，这就跟美联储背后的利益集团钱生钱模式存在很大的分歧。钱生钱的模式根本不在乎制造业在哪儿只要哪儿能挣钱，他就把钱投到哪里。美国只要保持世界科技创新发源地的优势，赚取利润最大的这个创新和设计部分的利润，保证美国的精英，比如像苹果、谷歌、英伟达、什么亚马逊、微软等等为代表的企业和员工的利益就 OK 了。对于传统的制造行业，比如以前美国非常强势的这个汽车制造业那汽车工人现在的生存状况，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关心。川普呢，为了制造业的回归，以前就多次表态，希望美联储降息，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让美国的制造扩大生产。众所周知呢，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这是川普 mega 计划中的最重要的一环。他就是要让资本和制造业都要回流美国，繁荣美国制造业经济的同时，又能够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吧？再次让美国的中产阶级过上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的这种幸福生活。这也是他获得这次竞选的重要的基本盘之一。但美联储呢，因为通胀持续的高企，表示要持续的观望根本就不听他的。这就得说说这个美联储了。美国的这个美联储可是一家不得了的机构它既不完全是美国政府机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营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具有混合的性质，是一个公司混合体。它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远离政治的干预，同时呢，仍然服务于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意味着它根本就不听美国总统的话。美联储由联邦储备理事会和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构成，前者呢是位于华盛顿的中央管理机构，是由总统任命的，经参议院批准，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属于公共机构；后者是具有限制性质的私营机构，是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联储银行按股份制组织的公司，当地的商业银行就必须购买它的股份。那联邦储备理事会既然是总统任命的，
那为什么不听总统的命令呢？或者说按照总统的意愿做事儿呢？这就得说哈，人家美国的这个制度设计就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美联储理事啊是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的，但一旦上任了，总统就不能命令他们怎么做了啊，也不能轻易罢免他们。关键是他们的任期长达14年，任期设计的这么长，就是为了避免随着每一届总统而动摇。那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2018年上任，到现在已经干了7年，穿越了什么川普政府，然后拜登政府，然后现在又到了川普政府。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哈，就是总统像请了一个经济顾问团队啊，这个团队呢上任之后，就拥有了主权，就再也不听这个总统的调度了。那你总统是干4年或者顶多干8年你就歇着了啊，但是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可以长达10几年，所以他不会听任某一任总统的话，而是要为美国经济整体长期的经济状况负责，不允许货币政策被短期的政治利益操控。根据美国当下的这个经济情况啊，如果美国国内通胀持续，美联储如果再降息，那可能就会继续推高通胀。好，那既然你美联储一直不降息，那川普就来了招狠的，就用了关税的大棒，让外面进来的这个商品就承担了关税之后就变得更为昂贵，那么本土的制造业就有了机会呗，或者是说啊，这些资本就看到了本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了，那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市场就有可能成为资本投资实业的好去处。川普之所以一下子搞了30%-40%这样的一个加关税的幅度，就是因为他看准了哈，任期如此之短的情况下，加个10%什么20%的关税啊，那对于资本来说还不够疼，是吧？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压缩一下成本和利润，忍忍就过去了。那或者是说呀，这个回流的过程就会显著的缓慢，至少啊，有不少资本会期盼了4年以后，川普下台之后，关税回归正常，是吧？不值得大动干戈进行费时费力、不确定性又多的这个工厂的搬迁，那么就还是难以撼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那川普就不担心这么大的关税引发了高通胀，然后会引发类似于1929年那种经济大萧条吗？还有美国的经济衰退吗？肯定也担心，但他们的团队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的这个演练哈，这高关税会引发什么什么系列问题。那首当其冲呢，就是美国物价大幅上涨和美国股市的崩溃，现在都正在发生。现在小商家的一个很好的发财的机会啊，就是去采购一批什么中国的电器储存起来，然后关税实施之后再拿出来加卖啊，估计就能有20-30%的利润，这绝对是暴利了哈。但也许呢，在川普看来哈，这都是为了 MEGA 所需要付出的短期代价。同时呢，这个关税大棒还可以成为川普和一些国家谈判的筹码。而美国股市的崩溃，弄到大家都扛不住的时候，各方利益呢集团就可能逼迫美联储降息，那么川普的降息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虽然降息会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但川普呢又可以通过降低一些国家的关税水平来平衡这个通胀。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就川普真的是就在兑现他竞选时那些承诺呀，就是要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情，后面也许还会有。我们解读清楚他根本的目的之后，那么他出什么招，以及他用这些招数来谈判的底线，也就会逐步的清晰。川普这次的关税大棒有可能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这会带来普通人的大机会啊！回看希腊船王成为世界首富的关键里程碑，也就是在席卷全球经济衰退的1929年，当时还不起眼的纳奥西斯，看准了机会，就低价买下了6艘旧船。这6艘船就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世界船王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那次的经济全球衰退导致出现的极低价买入这6艘船的机会，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希腊船王和全球首富。那首先就强调哈，以下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大家投资依据啊。现在关税大棒刚刚出来，现在还有卖出资产的机会啊！我个人建议在初始阶段，现金为王最重要，也就是说卖出你手里的各种资产，包括什么股票啊、房产。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得不佩服这些久经沙场的商业老家伙哈，实在是太精明了。你看李嘉诚上个月卖港口，巴菲特呢则是连续9个季度净卖出股票，现在的现金储备增至3340亿美元，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现金历史新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川普一而再再而三要挑战而且要改变的。按他这个疯狂的行动和思路来看，即便他不能达到目的，他也会重创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所以大量持有中国资产呢，确实要格外当心啊，尤其是人民币印钞是锚定美元的。当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可以有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元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时候，人民币的供应呢就会相应的增加。那现在这一块啊在不断的萎缩，那么相应的人民币的供应也就不乐观了哈。这都会对股市和楼市产生显著的影响。那持有现金以后啊，就要耐心等待机会的出现了。资产价格大概率会大幅下跌，在持续下跌，然后市场极度悲观绝望，时间跨度可能是在2年之后，资产价格跌到像白菜一样便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普通人最好的一个买入待涨，实现财富暴涨的机会了。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啊，肯定会有各种还有变数，比如我前面讲哈，如果美联储在压力之下降息，导致进一步的通胀之后呢，川普可能就会调整一些国家的关税，让一些企业有喘口气的机会。同时呢，股市和楼市也都可能会有短期的反弹。如果呢，从中长期的总体趋势来看，其实川普在台上，如果同时他的制造业的回流思路和政策没有改变，那么全球化的制造业和贸易的衰退趋势就难以彻底的改变，就不要轻易出手哈。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和100多年前的1929年肯定还是很不一样的呀，有些特定的行业是不是还有机会呢？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其实真的非常好啊！其实，毕竟在互联网加持之下，全球化时代嘛，各个国家又没有全面走向战争，是吧？关税壁垒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如果你看像机器人这样的产业得到了技术的突破呀，还有遥遥领先之后，即便有关税的压力，消费者肯定还会为它买单的。所以，其实我最看好的就是人工智能加持之下的机器人产业。我去年下半年节目里提出的这个思路，在今年上半年的股市里面已经得到了验证哈。以中大立德为代表的大量的机器人零部件提供商实现了2-3倍的涨幅哈。虽然现在有所回调，但仍旧是在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我的建议是啊，机器人的产业链，尤其是零部件供应商这一块，可以作为股市大幅回调之后的第一选择，因为他们未来的增长潜力是最明确的。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